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麦宝。那好久没有改车了，今天我要来装车外的一些照明。那我们看到我桌上有一些 LED 灯，那我稍微来介绍一下。那我们先看这边有2个探照灯，那有2个管夹。那这2个探照灯，一个我要装在我们车子的左侧，大概是这个位置，就是要照我们车子的左边。如果我们在外面露营或者是钓鱼的时候，可以当做照明使用。那还有一个我要装在车子的后方，那我常常在外面钓鱼，那后面很需要照明。那我们这个探照灯就是用我们这个管夹夹在我们车顶架的圆杆上面，那探照灯再锁上去。那这个安装很简单，没有什么困难，自己看一下就会了。那我们看到这边有4颗猫头鹰造型的射灯，这个很小一颗。那这个猫头鹰造型的射灯就是要装在我们车子的前面。那我们看到我们车顶架这边有5个洞，这是车顶架原来就有的洞。那上面这边有个小洞，这是我已经预先钻好的。那我们这个猫头鹰射灯装在车顶架原先这个洞，那排线从我钻好这个洞伸进去，到后面接线，这样会比较美观。那之前我在安装太阳能板的时候，我都有先预留这个线路了，所以等一下只要把灯装上去，线接一接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个猫头鹰的射灯呢？第一个，它长得很可爱；那第二个，它很小一个。因为之前听说有卡友装像我车子前面那个4乘4的雾灯，很大一颗，它就是会超出我们车顶架的高度。那他去验车的时候，就是会遇到麻烦，说不能超出车顶架的高度，所以我选择这个猫头鹰的射灯，它小小一颗，不会超过车顶架的高度。那再来就是它非常的省电，这一颗只有30瓦，那我旁边这个探照灯它只有22瓦。那等一下在安装上去之前，我们会先测试它的亮度。那这个猫头鹰射灯，我们看到它有3条线，一条黑的，一条红的，一条黄的。它就是有黄灯跟白灯2种颜色可以去做切换。那旁边这个探照灯就很单纯的2条线就开跟关。那这个探照灯单纯开跟关，我们是用这个摇头开关，就很单纯的2个接角开跟关，就控制我们的红线进去，然后另外一头出去。那我们这个猫头鹰的射灯，因为它有黄灯跟白灯，需要用到这个3角的摇头开关。那负极就是直接接到我们的电瓶，黄线跟红线分别接到摇头开关的左右2边。那中间这个就是接我们的正极。那我们去切换的时候，正极就会送到我们的红线，或者是切过来送到我们的黄线，就可以去做它黄灯跟白灯的切换。那我摇头开关都在这边。这个之前我拍战术开关面板的那一集有介绍，那这个线路我已经全部都接好了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。那等一下只要把我们的探照灯跟前面的射灯装好，就可以经由这边的摇头开关去做控制。好，那再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灯，在安装之前我们要来做一下测试，看一下它的亮度跟它实际的瓦数是多少。那我们先从这个探照灯来做测试。这个探照灯买的时候它标示的瓦数是只有22瓦。那我们来测试看看。我们来看一下探照灯的亮度。那我们来量一下它的电流是多少。电流是 1.68 安培。那我们先接黄线，这是黄灯。那再接红线，看一下白灯。它是比较宽的，射比较远的。那我们来量一下它的电流。电流是 1.54 左右。好，我们刚看到这个探照灯的亮度跟这个猫头鹰的亮度都测试给大家看。
那这个探照灯它刚量出来的电流是 1.68， 那我们的电压是 13.1， 所以乘起来大概是22瓦左右，跟它这个探照灯标示的瓦数22瓦是一样的。那这个猫头鹰的电流只有 1.54， 那乘上我们的电压是 3.1， 算起来只有20瓦左右。那这个猫头鹰它标示的瓦数是30瓦，可是它是宽电压9到60伏特。所以如果它电压高一点的话，瓦数可能会接近30瓦。那如果是我们现在的电压是 3.1， 算出来大概只有20瓦，所以是非常的省电。那我们知道我们露营车上面的电瓶，我们所有的灯具，我们的用电设备就是要尽量以省电为原则。所以我选择这个低瓦数的灯具，然后亮度又非常的亮。好，那我们测试完毕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装到我们的车上，等装完之后再来测试一下装到车上照下来的照明效果是怎样。好，终于全部接完了。本来以为很简单，就是把线接一接，可是接了2-3个小时，因为我把线接的漂亮，非常的难接。它在车顶架下面，然后那个梯子又没办法靠近，只能趴在挡风玻璃上面接，搞很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那除了这个接线前面非常难接之外，刚在调灯光的角度、远近跟高低也是调了非常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灯光打开的效果。那这个灯非常的亮，然后又很省电，每一颗大概都20瓦左右。前面4颗跟左边跟后面加起来6颗，大概才120几瓦。就算我全开，电流大概10安培，开一整晚，开8个小时，大概也用掉80安培而已。好，那我改车的进度非常的缓慢，因为最近就是有许多卡友找我帮他装太阳能板跟组装锂电瓶，那工作又比较忙，反正就慢慢改。那刚好今天有空，就想说把我的灯装一装，这个都买很久了，都半年以上，那就顺便分享给各位，希望对各位有帮助。那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